上一讲我们说了财务高手是怎么看待资产的，那这一讲呢，我们来讲一讲他们是如何看待负债的。什么是负债呢？负债就是欠了别人钱，将来是必须要还的。公司负债经营其实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国的上市公司当中没有一家是零负债的。那在财务上呢，我们用资产负债率这个指标来衡量一家企业的负债水平。所谓资产负债率，就是公司的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比如说一家公司的负债是400万，而资产呢有1000万，那么这家公司的负债率就是 40%。 根据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是在 42% 左右。那负债率如果低于这个比例呢，借给你钱的债权人会对你很安心，投资给你的投资人呢也会对你很有信心。那高于这个比例呢，公司破产的风险就会大大提高。这么看来负债率是公司经营的一个风险指示器。如果公司的负债率高于别人，那就是一家高风险公司。但真的是这样吗？我先给你讲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前几年我表妹毕业找工作来咨询我的意见。她呢在2家公司当中犹豫不决，其中一家呢是房地产公司，另外一家呢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她呢更倾向于去那家互联网公司，因为她打听到那家房地产公司负债率是 60%， 而那家互联网公司的负债率呢只有 40%。 我其实很明白她为什么这么想，因为我曾经告诉过她，公司的负债率水平平均是 42%， 那我表妹呢就用这个作为了评判标准，选择了那个负债率更低的互联网公司。那我跟我的表妹说呢，其实你这个选择是错的，因为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犯了3个财务方面的认知错误。这3个错误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就来仔细说一说。我表妹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把一家房地产公司和一家高科技公司的负债率放在一起比较了。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说梅西和姚明谁更厉害呢？你可能会说这很难判断吧，因为他们搞的不是同一项运动假如我非要拿梅西的篮球技术和姚明的比，你说这对梅西公平吗？你肯定不公平所以像我表妹那样把处在不同行业的2家企业放在一起比较也是不公平的。你想想，房地产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呢？财务上叫资金密集型行业。我们都知道盖一套房子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从买土地、买钢筋水泥到支付建筑工人的工资，地产企业需要不断的往里砸钱。那地产公司本身没这么多钱怎么办呢？那就向银行借呗。所以地产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普遍都特别的高。那相反，互联网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呢？我们说它是轻资产运作行业，因为互联网公司既不盖房子也不造东西，它也没那么大的资金需求，再加上互联网公司通常也没有什么能抵押给银行的实物资产，所以呢这些公司整体的负债率都是比较低的。所以你发现地产公司和互联网公司就像一个是苹果一个是梨，因为他们的经营性质是不同的，所以他们的财务报表是没有办法放在一起比较的。根据统计，资产负债率确实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像金融、房地产和建筑这3个行业的负债率是最高的，能够达到 70% 以上。而食品饮料、文化传媒和医药生物这3个行业的负债率是最低的，在 40% 以下。所以财务报表分析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财务数据不能跨行业比较，这点特别重要，你一定要记住。那你可能会问，那怎么比才是对的呢？正确的方法是和同行业当中的其他公司比较。咱们来看一看地产公司和互联网公司各自平均的负债率是多少。13年中国上市房企的平均负债率是 63%， 而互联网公司呢只有 30%。 这么一比我表妹所在那家房企的负债率比行业还低了 3%， 而那家互联网公司呢却比同行高了 10%， 所以反而是那家互联网企业的相对负债率更高了。所以听到这你就明白了，我表妹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把处在不同行业的2家企业放在一起比较了，那这样得到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那现在我们再来说说我表妹犯的第2个认知错误，就是以为高负债一定等于高风险。那咱们开头提过，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负债率是 42%， 而地产企业的负债率呢，通常都在 70% 左右，甚至是更高。那难道说这些地产企业就面临更高的风险吗？其实不是的，因为要判断某种负债的背后是不是真的意味着高风险，你首先得搞明白这个负债的性质是什么。
如果你仔细的看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你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叫预售房款的债务条目。你想想买房是怎么样一个过程？我们买期房通常用的是预付制，也就是说你先把钱给开发商，等房子盖好之后呢，开发商再把房子交给你。那盖房子中间这几年，地产公司已经收了你的钱，但是还欠着你房子，所以在账面上呢，你交纳的这些预付款就成了房地产公司的负债。那这种负债的增加，代表地产公司风险变高吗？咱们一块来琢磨一下风险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查了一下这个词的由来，说是在远古时代，渔民们每次出海之前都要祈祷神灵来保佑自己能够平安归来，因为他们非常明白海上的风会给他们带来无法预测又无法确定的危险。风既意味着险，后来就有了风险这个词。你看，什么是风险呢？是无法预测又不可控的因素。那说回到盖房子这个事儿，除非碰到像地震洪水这种不可抗拒的天灾，只要开发商人品不差，顺利交房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一件事，对吧？所以这个负债背后对应的风险其实并不高。另外你再想一想，只有房子卖得越多的时候，房企的预售房款才会越高，所以地产公司负债率上升，其实反倒说明这家企业干得好。所以我表妹看到那家地产公司的负债率高，就认为它背后的风险也更高，这其实是不对的。那咱们再往深想一步，这个客户交的预付款对于地产公司来说实际上是什么呢？地产公司收了你一笔钱，他可以拿这个钱去投资，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情。实际上你等于是变相借给了开发商一笔钱。我们知道一般来说，除非朋友之间借钱，否则都是要支付利息的，对吧？但是我问你，开发商向你付过利息吗？反正我是没有听说过。所以当你买期房的时候，不但是变相借给了房地产公司一笔钱，而且呢，这笔钱还是免费借给他们的。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其实是一种非常时髦的商业模式，英文叫做 OPM，Other People's Money， 翻译过来呢，就是用别人的钱。这本质上呢，是一种无息债务融资方式。在第三个模块当中我们还会讲一个叫融资租赁的概念，比如说航空公司租用飞机，这本质上呢，也是一种债务融资。那常见的用别人的钱模式其实有两种，一种呢是我们刚才说的用客户的钱，其实很多公司都在用你的钱给他们自己赚钱，比如摩拜向你收取的押金，你买的健身房和发廊的充值卡，其实都是一个道理。那还有一种模式呢，比如像京东、苏宁、格力这些企业，他们经常用供应商的钱。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京东卖东西都是马上收钱的，对吧？比如今天卖给你100块钱的书，那你就马上得给京东100块钱。但是京东在拿到你的钱之后，会马上把其中30块钱的货款给他的供应商吗？不会的。通常呢，京东会压款，少则几个月，多则1年。这么一来呢，原来不属于京东的那30块钱，就能在京东的财务报表上多待上1年。这不但让京东的现金流更好看了，而且呢，京东还能用这30块钱去赚利息。实际生活当中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借鉴这个方法来赚钱。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好的投资机会，投资100万能获利20万，那你说我没有这么多现金没关系你可以向银行贷款，这样即使利息10万，那么除去利息呢，你还能净赚个10万。这个就是用银行的钱来给自己赚钱。所以呢，财务高手在基于企业负债水平判断风险的时候，首先会去了解这个负债背后的性质是什么。在财务上我们把负债是分为2类的。刚才咱们说的这种由于经营方式所产生的负债，比如这种 OPM 模式，在财务上叫经营性负债。这种负债其实并不可怕，因为它也没有利息压力，所以财务高手在评估风险的时候其实不太关心这一类的负债。那什么样的负债才是可怕的呢？财务上叫金融性负债，也就是企业需要去偿还利息和本金的这种债务，比如说向银行贷款。那这种负债越多的时候，这家公司的财务风险就越高。所以遇到这种负债，你一定要当心。这是我表妹犯的第2个认知错误，就是单纯的认为高负债就等于是高风险。但是财务高手呢，会首先去看这个负债背后的性质，才判断这个负债是不是高风险负债。我表妹犯的第3个认知错误，就是评估风险的时候只看了负债，
但事实上呢，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会导致一家公司破产，比如说公司的现金流管理不善，资金链断了，一样也会破产。或者呢，这家公司的产品没有核心竞争力，最终也会被其他公司打垮。所以企业风险不仅是由负债决定的，而是需要通盘来评估。在今天这讲最后啊，我来给你总结一下，在财务高手眼中呢，看待负债的方式有3点。第一点，负债率和其他财务指标都不能跨行业来比较。第二点，负债的性质决定负债的风险。经营性负债属于低风险负债，而金融性负债呢，则属于高风险负债。第三点，企业风险要通盘考虑，不能只看资产负债率。这讲最后，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你能找到一家使用 OPM 这个模式的上市公司吗？请你计算一下这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是多少？你认为它的真实经营风险有多高呢？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下节课再见。